莫斯卡，藏语的意思是祥瑞平坦的地方。海拔3900米的莫斯卡村，96户人家栖居在这里，用勤劳与善良，虔诚地守护着这片圣洁的净土。大学毕业后，格荣回到了家乡。在他眼里，无限缤纷的繁华世界，都不及雪山环抱的莫斯卡。我是我们村子第一个出去的大学生，但是我还是选择回来了。我觉得家乡的生活更适合我，简单温暖。天地万物和谐共生，是格荣从环境生态专业毕业后更加笃定的信念。回到家乡，他期待用更科学的方式护佑莫斯卡人一直崇尚的自然生态。温馨宁静的传统村落，亦或繁华喧嚣的现代城市，都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乐土，是人们渴望的绿色家园。傅伯杰院士，一位在喧闹城市中创造绿色奇迹的人。他一直在探求的是中国独有的生态智慧。我们中国独特的生态观呢，实际上就是一个千人合一的这种理念。生态文明不是一种原始的人和自然的和谐，它是在建立在一个更高水平、更高等级上的人和自然的和谐。天地正位，万物化育。今天，人类正运用前所未有的科技力量，把握开发资源与保护环境之间微妙的平衡，保持着人与自然的绿色之约，寻找我们生活的地球上最美的姿态。9月是大闸蟹收获的季节。这种生长在太湖里的美味，在丰盛着一场场中国人饕餮盛宴的同时，也在丰富着中国人对绿色生态的体验。薛金根养蟹已有30多年。而今年，他第一次捕获野生大闸蟹。以前呢，我们都是在太湖里边围网养蟹的，一家围一个网，往里面投食养蟹。去年政府提出说要保护生态，就把围网全拆了。今年开始就没有太湖大闸蟹了，是太湖生态蟹了。传统的投食养蟹是把双刃剑，它在促进螃蟹增产增收的同时，也不可避免地导致水体营养过剩，为太湖水质埋下可怕的隐患。蓝藻是地球上最原始、分布最广泛的藻类植物，在地球表面从无氧环境变为有氧环境的过程中，发挥过不可替代的作用。但当水体养分过剩时，会造成蓝藻的疯狂繁殖，并将水中的氧气消耗殆尽，从而导致日趋严重的水污染。那个小鱼小虾很多啊，对，它跟那个好像有一群鸟。对。吴林坤在太湖上工作了近30年。每天在湖面工作超过6个小时，就是为了能够随时了解太湖水体的情况。风向、水温，这个时候可能是适宜蓝藻的
生长、繁殖，因此爆发。恶水里边不可能存在有大闸蟹。水面监测和打捞是控制蓝藻密度的重要手段之一，但太湖的面积将近2500平方千米，在如此广袤的水域之上，想要达到控制蓝藻的理想效果，实现无死角的监控，单靠人力几乎不可能。陆续建立的无人值守观测站，正在延伸吴林坤的感知。根据实时的数据情况，水面打捞人员可以对蓝藻临界点位及时发现、精准处置。如今，太湖已经建起了13套无线传输的无人值守观测系统，覆盖面积已经达到了北太湖的1/3。除了投食养蟹，工业污水的无序排放是导致蓝藻爆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。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污染，特别是中下游的化工违建、岸线的乱占、滥用，效率很低。所以说，在2016年，总书记提出了长江大保护，强调了不搞大开发，共抓大保护。如何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，遵循自然规律，保护和修复生态，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。从小与水打交道的吴静博士，对水环境有一种天生的热爱。运用更为精准的手段，实现对污染源追根溯源，是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研究员吴静正在攻克的难题。你必须把源头找到，因为源头找到才能源头治理。实际上，污染发生是非常隐蔽的，那你要找到这是谁污染的，难度非常大。太湖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。2020年最新数据显示，全国 GDP 领先的10个城市中，4个分布在太湖流域。而滋养着锦绣江南的太湖，曾经在高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，也面临着巨大的环保压力。面对排放量大、污染源复杂的工业废水，吴静知道，只有掌握工业企业的水源特征，才能在污染发生时找到对应的污染源头。在水体采样的过程中，吴静和他的团队意识到，每一种污染源都像人的指纹一样，具有独一无二的特征。这个重要的启示催生出了水质指纹溯源技术。实际上，指纹就是像类似于这样的图，就是我到企业去采水样，它扫出来的指纹图，然后录进去。然后现在第2个也出来了。2017年，全世界第1台水污染溯源仪诞生，仅需13分钟，就可以分析出污染物的成分，并就此锁定污染源的位置。就各种点完以后，对，专门配。我们给你的结果就是，疑似的污染源是谁，相似度达到多少，里面的比对运算，全都不用你来担心。你看这个结果。水质指纹技术为实现对水体状态的精准化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。3年来，国家逐步建立起分类齐全、实用度极高的水质指纹数据库，把需要检测的水质指纹与数据库进行比对，即可在最短时间内锁定污染源，对水环境污染主体实施精准打击。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，不仅需要科技的创新方法，更需要全社会生态理念的共同提升。保护好这一方水土，就是在传递世代的富足与希望。水是我们的生命资源，是生态之基。我们要把
长江的水资源保护和环境生态的保护修复作为国家的战略去推进。我们希望所有的河流、所有的湖泊都是健康的，都是幸福的，都是能造福人民的。江海一体，海纳百川。海洋是地球生命的起点，海洋更是人类世界的未来。在海洋中蕴藏着丰富的资源，现在，海洋正成为人们耕海牧渔的蓝色粮仓。往那边倒车下，往北倒车下，好，下。冬季是海参肉质最肥美的时节，寒冬中，总有人为了人间美味不辞辛劳。此时的海水温度在4至6摄氏度左右，捕捞员每天至少下水6到8次，每人可以捕捞近100公斤海参。虽然辛苦，但是每位捕捞员都尽情享受着大海沉甸甸的馈赠。2011年，从没见过大海的黑龙江人德子来到了辽宁长海县。第一次站在海边，德子有些不知所措。当时来了，对大海也茫然呐，就是对海说一看这一望无际，啥也没有啊，荒荒凉凉的。所以当时那个根据当地的人介绍，他说你海得投入改造，这样你才能有收益。人工养殖是海洋牧场的原始形态。正当德子准备大干一场时，大海却给了他一个意想不到的打击。2013年，我们就是在山东半岛北部这些海洋牧场密集的区域，出现了一次这个低氧事件，整个这一层水流的这个溶解氧为0，这层水流流经的地方，所有的海洋生物都死掉了。这次事件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，就是海洋牧场的生态健康状况是我们必须关注的一个问题。正是这场危机让人们认识到，海洋的馈赠也是有条件的。只有开发，没有保护；只想得到，没有精心的呵护。即使是无私慷慨的大海，也不能永远做到。关键还在于人，在于人的态度。海洋牧场的新概念，就是在保护与开发中建立起一种自然的、丰富的海洋生态平衡。一切从投胶开始。现在人工育礁，我们研制出主打的是6种材质的10多个设计的礁型，重点是从它的捕捉功能、改善海洋海流的流态、流场，从这些方面来考虑设计的这个育礁的礁型，可以增殖海参。等一下啊，你俩去把这个船下去之后，把那船收拾收拾，把那2个旗插上啊，我开车给你们送下去啊。对大海和海洋牧场认识上的改变，使德子确立了他与大海的关系，大海成为德子尊重和敬畏的合作伙伴。随着海洋牧场生态建设的持续推进，2019年，中国第一个座底式网箱智能化养殖平台“长鲸1号”诞生。它在实时采集环境数据的同时，实现了精准投喂饵料、自动清理网箱，让海洋牧场的运作变得可视、可测、可控。因为海洋智能化平台的建立，整个近海的海域环境也在逐步改善，而德子也迎来了1年1度的蓝色丰收节。
哎呀，没少干呢，俺身上来了啊！哎，这谁干那么多呀？干了，他妈117斤。你看干更多，118斤。是原先的海底啊，荒荒凉凉，就跟那个丘陵的沙漠一样，没有东西，也没有植物和生物。从你改造完海洋牧场之后啊，把它打造成了就是海底上，你像鱼了也有家，海参也有家了。科技为人与海构建起一个共同的家园。海洋牧场不仅仅带来了稳定的品质和收成，它还是一个生态调节的装置，改善着人与海的关系。我基本上不出岛了，我觉得现在也都已经变成一个当地一个渔民来讲，每天出海，看看海，捞点海鲜回来直接就卖掉了，觉得哪儿都挺幸福的。新的时代，海洋已成为丰饶的牧场，耕海者的乐园。唯有人类重拾对自然的敬畏，才能继续享有来自大海的启迪与滋养。无论碧海还是蓝天，都是人类须臾不可或缺的自然资源。人类每时每刻都需要新鲜的空气。空气的好坏，直接影响着生活的质量。2013年，雾霾成为年度热词。这一年的1月，4次雾霾过程笼罩了全国30个省市。2013年1月份的时候，中国东部地区啊，实际上是有超过了这个100万平方公里的这个污染过程，也是因为那次污染，我们国家呢发布了我们叫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。蒋丽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兰州人。这位参加过40多场马拉松比赛的资深跑者，对那几次雾霾记忆犹新。马拉松这个比赛的这个肺啊是直接接触这个空气的，要是空气质量差的话，这个影响就很明显。这个兰州市以前这个空气就是质量差得很。鼻子，这跑的，这一醒啊都是黑渣渣的。兰州市生态环境特别脆弱，它是2山加1河这样的地形，它也是我们原来一个比较著名的一个工业城市。2013年，弥漫不散的雾霾一度让丝路名城兰州成了卫星上看不见的城市。2015年，一场全民参与的兰州空气治理会战拉开了大幕。兰州市的话呢，当时一共划分了1482个网格，采取了综合性的措施，就是纵向到底、横向到边的一个网格化的一个管理体系。这是一场具有转型意义的变革。兰州市1286台锅炉改烧天然气，107家大中型企业搬离城区，大到企业排放，小到家用煤炉，在立体管控体系下得到了有效的治理。继续，快！现在这就是在兰州跑很舒服了。最受跑者欢迎的比赛来说的话，兰州马拉松应该是排到第4吗？还是第3名？现在。这场壮士断腕、
刮骨疗毒式的综合治理大会战，让一座城拨云见日，从兰州黑到兰州蓝，诠释了空气污染治理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，让天更蓝从此成为中国城乡空气治理的共同目标。生活在北京的邹毅，喜欢用手机记录这座城市的日常变化。从2013年雾霾这个词出现开始，他坚持每天清晨拍摄北京的天空，一张张图片令人触目惊心。2013年，因为出于好奇心嘛，我就把它拍下来了。那后来我拍了2个月的时候啊，大概64天。我把我过去拍的这64天的照片放到一起的时候呢，一下让我震惊了，就没想到我们刚刚过去的2个月的时间啊，天气是那么样的糟糕。生态兴则文明兴。面对严峻的城市雾霾，北京市从燃煤治理到机动车管控，一项项举措相继推出。烟囱林立曾经是城市实力的标签，而如今却成为污染治理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。工业行业呢，其实治理这个难度还挺大的，包括我们说这个钢铁啊，钢铁行业呢也是我们应该说这个京津周边地区啊，这个工业里面可能排到非常靠前的一个这个污染源。始建于1919年的首钢，是中国最早的钢铁企业之一。建国以来，首钢快速崛起，一度成为北京市的支柱企业，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。2005年，这座权重800万吨的钢铁企业决定整体搬迁。首钢搬迁既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，更是环境治理的外界需要。2014年，首钢分别落户河北曹妃甸和迁安。然而搬迁只是第一步，新的挑战随之而来。一块钢材从原材料到铸成，需要68道工序。如何使每道工序中废气的排放量达到环保标准，实现全流程的超低排放？这是一道艰难的减法运算。钢铁企业的这个污染物的排放，气体污染物的排放主要有2类，一类是有组织排放，一类是无组织排放。有组织的排放更容易控制。有组织排放的点位让它显示出来。球团和烧结的那个，你们调出来，从这个画面上调出来，我看一眼。在钢铁生产过程中，会产生很多肆意流窜的烟尘，它们无孔不入。如何控制和消除无组织排放的废气，是所有钢铁厂减排的关键。我们2炼钢大包转台这样的一个工序，就属于无组织的排放。在这个大包转台上增加了可移动式的机器装置。在正常生产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的装置移动到工作位，把对应点位产生的这个粉尘吸走，厂区的整体的环境呢，都有了一个明显的提高。为了实现有效管控，首钢迁钢将环保成本增加了40%，增设了无组织管控一体化系统。当有些工序污染物升高时，系统会自动调节除尘器的阀门开度和风量，将对应点位产生的污染颗粒物降下来。实现全流程的超低排放，让首钢迁钢厂区内细颗粒物指数比厂区外低10%。搬迁后的首钢不仅摸索出一条绿色发展的创新之路，
还高度契合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势，而这一切的付出，都是为了头顶的这片蓝天。坚持记录的邹毅，6年间拍摄的累计200多万张照片，拼接起来，俨然一幅城市生态长卷，记录着北京天空回归蔚蓝的一个个瞬间。这个叫中国尊，是北京的最高的这个建筑物，530米。那我拍的时候呢，这个楼还没有，那我就一天天拍，有的时候呢，我拍都看不见它，就雾霾严重的这个时候。那当然，现在这些，尤其是今年啊，几乎天天都可以拍到很清晰的这个中国尊。据生态环境部最新数据显示，2020年前8个月，全国337个城市，空气中细颗粒物的含量同比去年下降了11.4%。这些数据背后，蕴含着中国环保科技的持续进步，与环保意识的普遍增强，而这，正是赢得最终胜利的定海神针。当沙尘暴肆虐到千里之外的城市乡村时，人们将目光投向那片广阔的荒漠戈壁。沙漠，生命的禁区，在这个星球上，陆地面积的1/3被沙漠占据。这个沙漠嘛，就是最难的就是出路。一刮风就能见度低吧，回家呀或者往出走迷路。牧民孟克达莱的家，位于库布齐沙漠西北边缘。20年前，正在上海打工的孟克达莱，为了照顾年迈的父亲，不得不返回家乡。选择回来，第一个是父亲，父亲舍不得这个我爷爷一代都待的这个草原，但是沙漠很让人厌倦吧，就是沙漠经常占领我们草场啊。被沙漠吞噬的草原，是孟克达莱再也回不去的故乡。沙尽人退的现实令他心碎不已，但又无可抗拒。直到有一天，孟克达莱决定用种树来捍卫自己的家园。20年的时间，孟克达莱一家是这片沙漠中孤独的斗士。在植树固沙的战斗中，他们最缺少的是时间。关键是一开始种树成活率不高，你种了30%活，其他都死了，可能觉得时间太长。孟克达莱时常祈祷时间暂停，而在远离沙漠的中国福建，有一个人帮他按下了时间的暂停键。林占喜，福建农林大学农作物研究专家。27年前，一次偶然的调研，林占喜亲眼目睹了西部黄河流域变成沙漠悬河的现实。如何依靠生物科技改变黄河流域生态环境，成为他孜孜不倦的追求。因为我们国家，单单这个草种就3万多种，人工栽培的草种啊，也有几千种，到底哪一些合适呢？这个是我们当时碰到的因为没资料，只好这个一步一步的做实验。27年间，林占喜经历一次次的失败，攻克了一个个技术难题，终于培育出一种既能在沙漠环境下存活，又能快速锁住黄沙的草本植物——菌草。
我们中国有个传统的一个思路啊，就是说，我们是依靠自然的力量来改造自然，靠自然的条件来改善自然。然而，当林占喜将这种菌草移种到沙漠时，却没有活过第一个冬天。我们是觉得，在这边能多年生嘛，所以当时呢就想，是不是能够在北方黄河流域也可以试种一下。结果后来死掉了，失败了。当时呢就想，明明多年生，为什么都能不行呢？与林占喜一同见证这个残酷现实的，还有黄河岸边的护林员杨革命。邓口位于河套平原发端处，这里曾是黄河东西交通的重要渡口。杨革命一家是这里仅存的一户留守者。杨革命的父亲曾经自告奋勇，来到邓口守护黄河两岸的树林，一守就是37年。如今，面对一片片老死的树林，还有不断侵袭的沙漠，杨革命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。沙子每年往前移个3、4米啊，你这样这大风一刮，沙子啥都看不见，漫漫黄沙。这沙就是黄河里面灌，再过几年也就可以是吧？到了河边了。沙漠中的坚守者无法预知的未来，让林占喜思索着破解困局的方法。黄河上游地区昼夜温差大，是导致第一代菌草失败的根本原因。要想使一株植物承受零下20摄氏度的低温，林占喜必须改良菌草育种技术。失败以后呢，我们就反复考虑，应该根据黄河流域啊，就干旱半干旱地区的气候特点呢，有新的育种的指标和方法。2018年，林占喜培育出了新一代的菌草——绿洲3号。它零下20多度，能够多年生，它每个阶都可以发芽。就即便是沙盖过来以后啊，它上面的还能够发芽。沙丘移动的动力来自风，风主要在距地表10厘米内搬运沙粒，超出这个高度，疏沙很少。相比树木2到5年方可完成的固沙效果，菌草只需要不到100天的时间。绿洲3号在黄河两岸的乌兰布和沙漠上扎下了根，不仅像一道绿色的锁链遏制住了沙丘的移动，也让抗沙37年的杨革命一家获得了额外的收获。对科技这个我们也不太了解，就是光知道反正是种上以后，只能防沙、固沙，对生态治理非常好，所以能保护我家门口这片土地啊。种完了他就给了我了，在我门口那给了我，让我就拿回去喂喂羊呀，喂喂牛，让它们长膘，我还能出来多卖点肉，卖点钱啊。相对于杨革命家的这些收获，更重要的意义已经显现。2019年，中国种植的60余万亩菌草，已经成为千里黄河生态安全的重要守护者。而孟克达莱的家乡，也悄然发生着改变。据最新数据显示，1.86万平方千米的库布齐荒漠，已经有1/3变成了绿洲。2019年，联合国公布的沙漠治理成绩单显示，全世界新增绿化面积的1/4来自中国。几代人对家园的坚守和新科技新理念的应用推广，创造了从沙进人退
到人尽沙退，最终绿尽沙退的中国奇迹。位于天山南麓的库尔勒，是连接新疆南北重要的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。但由于土地次生盐碱化，这里也是中国最大的盐碱区。世界上约有15亿亩可耕种的盐碱地，中国则有2亿亩。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度，适宜耕作的土地比例并不协调。修复盐碱地，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降低土壤中影响作物生长的多余盐分。传统的排盐技术啊，非常的低效粗放，看棉花长得依旧是产量比较低，它的排水的效果啊非常差，地下水位可能是关键。这是居正山本月第5次来到新疆。土壤这个盐分变异比较大。作为土壤学博士，10几年来，他一直频繁往返于北京到新疆之间，3000千米的通勤距离，只为潜心研究盐碱地的治理。土地的盐碱化导致作物减产，最终沦为不毛之地。这是居正山不愿看到的现实。56岁的尚玉果，一直生活在山东东营义和镇。长久以来，地处黄河三角洲入海口的义和镇，因为海水倒灌，土地盐碱化日趋严重，当地农民苦不堪言。这里我们这一片地，全是片碱啊，就是种点庄稼，这里有点苗，那里有点苗，费的辛勤也不少，但是徒劳无功啊，收入很寥寥。盐碱地年年欠收，当地村民被迫外出务工。故土难离的尚玉果，与立志改造盐碱地的居正山不期而遇。这位土壤学专家为他开出了一剂治理土地的良方。这暗瓦排盐是基本上原理是相当于一条一条的民沟，铺到地下去，就是像在那个城市的地下管网似的，它的那个排盐效率就非常高。但这个基础措施啊是非常复杂的。然而尚玉果起初对暗管排盐技术表示怀疑。这个我们村民很不同意，为啥？因为对这项技术他不懂，老百姓就担心这个土地在他们开发的同时毁坏这块良田，在不同的东西同时吧，并且他们说人还得要耽误种一年地，那老百姓更不同意了。哎，师傅，注意管辖的姿态。面对村民们的犹疑，居正山没有退缩，他坚信这项技术是破解困局的不二之选，自己的任务就是做到极致，让村民们看到科技的效果。我们要求土壤上必须要走直线，保证它走的直线的精度非常高。目前国外的设备主要是以激光为主，但是激光容易丢失，走过程中突然丢失了啊，那质量控制就出很大的问题了。是我们把这个北斗用上了双指导，这样保证它的精度问题啊，100米的河水的话，误差这一块几厘米之内。2020年7月，北斗3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。这个由30颗卫星共同组成的高精度定位导航系统，可以为全球用户免费提供10米精度的定位服务。这个数字对于中国各行各业都有着深远的影响，尤其是需要精耕细作的农业。在居正山团队的努力和政府的大力补贴下，暗管改碱工程终于在新疆库尔勒和山东东营率先开始了实施。仅仅1年的时间，取得的成效令整个义和镇为之沸腾。你看这渣子的粽子、苹果桃的哈，很好吃，尝尝吧，春天。
经过这个深监管工程的，这是彻底改变这个土地面貌。现在土地不是一般的好了，原先是亩产在700-800斤左右，现在都到1300斤左右，1400-1500块钱的收入。以义和镇沿土改良成果为参照，如果将中国2亿亩的盐碱化耕地进行科学改良，每亩耕地平均增产100斤粮食，这可以解决4000万人口1年的粮食供应。中国人与土地的情感深厚而久远，人们感恩土地的馈赠，尽享大地的丰收。现代化农业运用科技的力量，维护着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，让人类在丰饶中收获幸福。森林，地球之肺，是地球生态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。这是一个国家最为宝贵的自然资源，保护森林，保护环境，已经成为当今人类的共识。张英善是伊春林场一名普通工人。整个社会生态环保观念的转变，戏剧性地体现在了他的身上。我父亲伊春的那个林业是第1代的伐木工人，我是75年参加工作，还是以伐木为主。红松、银杉、罗叶松、仙旗，这凡是这些树种都采。那就红松都是上千年500多年的。伊春，半个多世纪里，为新中国建设贡献了国有林区近1/5的木材。这一幕，是很多人对昔日林都的印象。当时把这个所有的这个优品的这个红松啊，都采的都省了。最后留下的就是一般的讲话，就什么阔叶了，这个一般树种。我说要这么继续下去，可能总有一天讲话，我说只要跟不上的讲话的时候，水小县里的红松故乡了，也就是说这个故事就红松故事了，也成了。过度的采伐，终于在上个世纪80年代，使得伊春陷入困境。资源危机，经济危机。痛苦的转型慢慢开始了。张英善也在痛苦和迷惘中，完成了他人生角色的最大改变，从砍树到种树的转变。中国启动了国家公园体制，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，90%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85%的重点野生动物种群得到了有效的保护。
仅青海湖地区，鸟类种数就从189种增加到了223种。人类文明的力量曾经左右了自然的平衡，现在人们要做的是重拾对自然的敬畏，尊重所有生命，共同的家园。人与自然的关系呢，应该是一幅这个美丽的一个画卷，包括了有自然的森林、草地和湿地，这些自然生态系统中间呢，同时都是动物栖息地，就是人和自然和谐共生，这是中国的世界可持续发展的一个贡献。万物并育而不相害，道并行而不相悖。万物和谐，是中国人对生物多样共存的诗意表达。唯有领悟了生态的意义，才能构建起真正的生态文明。自然、生态、人与万物，命运与共，而时间会见证一切。这里是一个生机盎然的大美中国。我们一起走过美好时光，宁静抚记忆的相框。那岁月温柔。如果有一件事情，第一个利国利民，是吧？能够造福社会，同时呢还能养家，同时又是你喜欢的事情，这就是一种幸福的生活，是吧？不用出去打工，和父母在一起，还能参与这个改变这个生活这个过程，这都是幸福生活。幸福生活的话，就是自己健健康康，父母健健康康，儿子们学业有成，有个好身体带下一代，是最幸福的事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很和谐的，而且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很和谐的，因为你自然好的话，就达成一种平衡的状态，很休闲，就很和睦的那种感觉，我觉得是幸福的生活。天空里